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一起回顾了航海者号自1977年发射以来那些划时代的发现，从穿越太阳系的震撼旅程，到它传回的第一张木星和土星近距离图像。这段历史让人类第一次如此贴近遥远的外太空。今天，我们将目光投向一个更遥远、更浩瀚的目标，跟随航海者号踏上一段穿越奥尔特云的史诗级太空旅程。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触及太阳系最遥远边缘的尝试。再过短短300年，这对宇宙来说只是弹指一挥间，航海者1号将抵达一个神秘又陌生的领域——奥尔特云，也就是我们太阳系最远的边界地带，几乎是太阳引力还能触及的最后一站。虽然到了2030年代，航海者1号的电力和通讯能力将逐渐耗尽，趋于沉没，但它那不灭的旅程却不会就此止步，它将以沉默之姿继续穿行，足足要花3万年才能横跨整个奥尔特云的辽阔区域。到了遥远的4万年之后，它将悄然接近另一颗恒星葛利斯445，这将是它第一次与太阳之外的恒星如此接近，仿佛从地球家庭出发，终于踏上了拜访宇宙邻居的旅程。在本期视频中，我们将一起揭开奥尔特云这个太空深处冰雪国度的神秘面纱，探讨它在太阳系结构中扮演的关键角色，以及它将如何成为航海者号跨越人类疆界的永恒见证。请继续锁定频道，和我们一起展开这场横跨光年、穿越数千代人类历史的宇宙探索之旅。这不只是科学的故事，更是人类文明的远征诗篇。1977年，美国宇航局发射了航海者1号，一艘当时被誉为技术奇迹的深空探测器。它的使命十分明确，奔向太阳系外缘，对木星和土星这2颗巨型行星进行前所未有的近距离观察，拍摄高清图像，带回那些我们从未亲眼见过的星球秘密。完成对木星和土星的拍摄任务后，航海者1号并没有停下脚步，而是继续坚定地朝更远的太空飞去。直到2012年，它穿越了一个被称为日球层顶的边界，这是太阳风形成的庞大气泡外缘，也就是太阳影响力真正的尽头。它由此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艘突破日球层进入星际空间的航天器，正式迈入太阳系以外的未知领域。那一刻不仅是航海者1号的个人壮举，更是人类太空探索史上的里程碑。它成为第一件脱离太阳怀抱、踏入星际空间的人造物体，如同人类文明伸出的一只手，首次触碰到太阳系之外那浩渺无边的宇宙海洋。目前，航海者1号正漂浮在距离地球约167个天文单位的深空之中。换句话说，它比地球与太阳的平均距离远了167倍。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，因为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日常认知的空间尺度。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，一个天文单位，也就是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，大约是1.51公里。而航海者1号距离我们167个这样的单位，相当于飞了250亿公里以上。这几乎是科幻小说中的数字，但它已经成为现实。尽管航海者1号正以每小时5万多公里的速度飞离地球，它仍顽强地通过微弱的无线电波与地球保持联系，一点一滴地传回宝贵的数据。只是随着它的离去，信号传播的时间也在变得越来越长，就像隔着宇宙深渊打电话，延迟在所难免。目前，从地球向航海者1号发送一个信号，光速也要飞行超过23个小时才能抵达，而这还只是单程，回信则要再等23小时。这种通讯延迟已经让我们仿佛在和一个遥远世界的古老使者对话。然而，航海者1号的动力系统并不是永恒的，它依靠的是一种称为放射性同位素的微型电源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这种能源会逐渐衰减，在接下来的10年或20年内，它将越来越沉没，
最终彻底失去与地球的联系。预计到了2030年代初，航海者1号将无法再发出哪怕一个字节的数据，也无法接收来自地球的任何指令。这将标志着它作为一项科学任务的正式落幕。但它的旅程却仍在继续，安静地驶向永恒的宇宙深处。即使它再也无法传回任何声音，航海者1号仍将继续在浩瀚宇宙中独自前行。或许再过几千年，它依然在冰冷的星际空间里漂流，它成为一种象征，人类不安于现状，不断突破地界，敢于探索未知的精神象征。航海者1号上搭载了一件特殊的礼物，一张12英寸的镀金唱片，被称为金唱片，里面储存了来自地球的声音、音乐、自然界的声音，还有55种语言的人类问候。它像一张宇宙名片，向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展示地球上的生命与文化。尽管金唱片可能在宇宙的风沙中也会逐渐磨损，但它有可能比航海者1号本身还更长寿。以它的材料和设计方式来说，它或许能在没有任何干扰的太空中保存数十亿年，成为宇宙中最持久的人类足迹之一。奥尔特云是一个几乎神秘的、无法触及的太空边境，它位于所有行星轨道之外，是一个包围太阳系的巨大球形区域，主要由冰冷的彗星核和尘埃构成。它标志着太阳引力还能发挥作用的最远边界，仿佛是太阳对宇宙说出的最后一句悄声呼唤。这个神秘结构的概念最早是由荷兰天文学家杨·奥尔特在1950年提出的。他通过彗星的运行轨迹推测出，在遥远的太阳系外一定存在一个巨大而稀疏的冰体聚集地。不过，直到今天，我们还无法直接观测到它的存在。因此，它依旧属于理论天文学的范畴，像是一道蒙着纱的天文谜题。不过，虽然我们看不见它，但它的踪迹却时时出现在我们眼前。许多来自深空的长周期彗星，它们轨道巨大，绕太阳一圈可能要几千上万年，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奥尔特云的方向。这些宇宙访客仿佛是从那个寒冷遥远的世界出发，偶尔造访太阳系的信使。科学家普遍认为，奥尔特云中可能存在多达数万亿个冰冻物体，它们大多是太阳系诞生初期遗留下来的碎片。在过去的数十亿年中，它们曾与行星甚至其他恒星发生过引力互动，被弹射到遥远的轨道上，最终在宇宙的边缘汇聚成这一片幽暗而广袤的冰雪之海。奥尔特云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结构，它其实分为2个层级，一个是相对靠近太阳的内奥尔特云，又叫山丘云，另一个则是更加广袤和遥远的外奥尔特云。这个双层结构让整个云系宛如一个松散但庞大的太空泡沫，包围着我们的太阳系。根据目前的估计，内奥尔特云大约位于离太阳2000到2万天文单位之间，而外奥尔特云更是遥不可及，它的范围可能延伸到10万天文单位之外。也就是说，从地球出发向外飞行，得走超过1.5万亿公里，才能真正穿越整个奥尔特云边缘。虽然它远在天边，看似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，但奥尔特云在整个太阳系的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尤其在彗星的生成与运动方面，它就像一个深空储藏室，默默地储存着来自远古时代的宇宙种子，有朝一日可能会被引力唤醒，划破星空，造访内太阳系。那些轨道像橡皮筋一样被拉得极长，周期可能长达几千年的长周期彗星，普遍被认为正是从奥尔特云或其他太阳系边缘区域起飞的。它们的路径不是普通的圆圈，而是延伸到太阳系边缘甚至之外的椭圆轨道。这些深空彗星通常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被外力，比如一颗经过的恒星或者银河系本身的引力波动所扰动，从奥尔特云中唤醒，然后被甩入太阳系内部。
它们的轨道像是被银河的潮汐轻轻拉了一把，从沉睡中惊醒，驶向阳光下的舞台。然而，尽管它在天文学中意义重大，奥尔特云依旧是人类几乎完全未曾踏足的未知领域。它就像是地图上还未绘出的空白区域，充满了神秘与猜想。由于它实在太遥远、太稀疏，就算用最强大的望远镜，也难以捕捉到那里的物体。它不像行星那样稳定明亮，而更像是一片广袤的深空雪原，安静、低调，几乎隐形。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，直接观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尽管我们还不能直接看见它，但奥尔特云的理论存在却给科学家们提供了宝贵线索，帮助他们重建太阳系的早期历史。通过分析彗星的成分与轨迹，我们可以一窥太阳系在混沌出生时那段剧烈碰撞与抛掷的时代，甚至对太阳引力的外部边界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。人们普遍认为，奥尔特云就是太阳系最后的城墙，它既是太阳引力影响的最远边界，也是我们与广阔星际空间之间的一道过渡地带。越过这层云，就真正进入了宇宙的浩瀚深处。再过大约300年，航海者1号将缓缓抵达奥尔特云的那层边界。这是一个被科学家称为山丘云的区域，也是太阳系真正意义上的最后边疆。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一段遥不可及的未来，但在宇宙时间的尺度上，这不过是转瞬即逝。尽管奥尔特云中的天体分布极为稀疏，平均每个物体之间的距离可能远超行星间距，航海者1号极不可能真正撞见什么冰体或尘埃，但它进入这一区域的意义却非凡。这将代表它开启了生命中最孤独，但也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旅程阶段，真正的走出了太阳系的后院。虽然从密度来看，奥尔特云远远不如行星带或小行星带那样拥挤，它几乎是空的，但从天文学意义上来说，它却是一条不可忽视的边界线，象征着太阳的引力仍然能够牵住物体的最后一圈柔丝。换句话说，奥尔特云是太阳还能拉得住的最远界限。在这里，太阳的引力已经变得极其微弱，但它仍旧能够以细如丝的力量，把这些冰冷物体牢牢牵系在自己周围，防止它们彻底飞向银河深处。而一旦航海者1号越过这个边界，它就进入了一片真正的处女地，几乎没有人造物体曾进入，也没有科学仪器真正探测过的深空区域。在那里，它将继续孤独飞行，穿越一个真正属于未知的、完全未被探索的宇宙荒原。穿越整个奥尔特云的过程是缓慢而漫长的，以航海者1号目前的速度，大约需要3万年的时间才能彻底穿出这一片宇宙边境。想象一下，从古埃及文明出现算起，还不足这个时间的一半，可见这趟旅程之漫长令人敬畏。考虑到太空的巨大尺度和奥尔特云内部的稀疏结构，航海者1号在穿越过程中碰上任何实际物体的概率微乎其微。整个旅程极可能不会发生任何物理层面的接触，就像一艘船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中航行，却从未撞上礁石。尽管它不会遇见什么天体，但它的存在本身就为科学界提供了一次极其宝贵的机会。通过分析它飞行轨迹、环境数据和信号延迟，科学家们能进一步了解太阳系边界的结构、太阳风的边缘行为，甚至星际介质的真实面貌。航海者1号是人类史上第一艘深入奥尔特云的探测器，它的飞行等于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灯，为我们描绘出太阳系与银河之间那段过渡区域的轮廓。它留下的每一个信号、每一个轨迹数据，都是我们理解宇宙边缘的珍贵碎片。一旦航海者1号彻底脱离太阳的引力束缚，它将成为银河系中一艘真正自由的星际航船，继续以每秒17公里的速度航行，在未来的几千年里逐步接近其他恒星系统，踏上新的宇宙旅程。尽管没有目标，却始终在路上。预计再过约4万年，它将与一颗名为葛利斯445的红矮星相遇。到那时，它与这颗恒星之间的距离
将首次比它与太阳的距离还要更近。那一刻，它将真正成为一艘外星航行器，与另一个恒星系统擦肩而过。虽然这趟旅程足以穿越几千代人类的历史，但航海者1号不会再与我们对话，它早已沉没，只留下那份无声的存在。它成为宇宙中一位永不归航的航海者，孤独而坚定的飞行，代表着人类探寻未知、永不止步的意志。即便它再也发不出哪怕一个比特的数据，航海者1号的存在依旧是一种象征。它如同一座灯塔，照亮了我们走向星辰的道路，提醒我们，人类从不满足于脚下的土地，总在仰望天空，挑战极限。它所携带的那张金唱片，也许永远不会被任何外星文明解读，但它承载的希望与创意却将流传人间。未来的科学家、工程师、孩子们看到它的故事时，或许会被深深打动。它会激发新一代的太空任务，鼓舞我们再一次向宇宙进发。航海者1号的遗产将如同星辰一般延续数千年。它不仅代表了科技的成就，更是人类对宇宙怀有无尽好奇心的象征。它是我们创造力的延伸，也是对突破重重界限、探索终极未知那份承诺的具象化身。航海者1号穿越奥尔特云，走向星际空间的壮举，是人类探索宇宙征程上真正意义上的高光时刻。它的旅程不只是科学成就，更是一种文化丰碑，是我们这个物种走出家园、踏入星海的第一步。尽管它终将沉寂，变成宇宙中的一颗静默漂浮物，但它在人类科学史和航天史上的地位永远不会被遗忘。它是一位先驱，激励着后代无数个追星的梦想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航海者1号会在旅途中遇见什么？一颗遥远的星球，一个古老文明的探测器？虽然这些或许只是幻想，但它确实已经踏上了一条注定不会回头的旅途。它正在真正彻底地离开我们的太阳系，走向宇宙的无垠深处。感谢您收看今天这期关于航海者1号的宇宙之旅。如果你也被他的故事打动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同样热爱星辰大海的朋友。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关于宇宙、科学与未来的精彩内容。